这个实际上呢是对于这个一切现实的物的一个最根本的描述。没有不变的东西，天下没有不变的东西。哎，我给大家说一个，大家如果对科学史了解的比较多的话，就知道，大概就是100多年前，不到200年前，大家还认为那个原子里面，原子有原子核，那个周围绕着这个电子，原子核里面有质子有中子，对吧？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个质子是不变的，那个这个质量呢不衰减。质子怎么能是不变的呢？对吧？只不过说你测量的没那么精确，测量精确了，你就会发现它也是变的，只不过说它变得慢。用物理学的那个术语讲，它就是半衰期长，别的东西都长，只是这个原因，没有不变，一切东西都在变，一切大家记住，一切现实存在的东西，它都是变的，它就有开始就有结束，有它出生的那一天，就有它那个消失的那一天，没有例外，对吧？你说是地球还是太阳系还是银河系，它不消失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。你知道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物直接当做话不就行了吗？难道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说庄子里面有个命题呢，就说万物皆化，可以当。郭象注解庄子，继续讲，他说我们宇宙就像一条河一样，这叫做万化之土，就是万化的指的就是万物，万物就好像走了一条路一样，就是有开始有结束。我们再接下来说一下，巧妙的是啥呢？他讲这个大化，也就是说造化，有个整体，宇宙的这个整体，被这个庄子理解为一个大的化，或者说用别的词来讲说，比如说万化也好，造化也好。哎，请注意，庄子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些混淆。你化又讲的是一个个体，每一个个体的存在是不是都是一个化？他讲这个整体，他也同样用的词是一样的，也是一个化。难道他脑子糊涂了吗？对吧？我们是研究哲学史的，我们给大家说一下，他脑子没有糊涂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他是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个体的，也就是说片段的化，都是离不开那个大的那个化，不离开大化，不离开造化，说万化是结合在一起。只有这个原因，我们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。也就是说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知道，在宇宙当中存在的每一个个体和整个宇宙过程，那么在社会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，每一个具体的独特的个人和全社会的群体，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也就是说，大家说了半天，说每个人都不是孤岛什么的，对吧？费了很多劲儿阐述这个，用不着费那么大劲儿。你学好庄子哲学就可以了，学好庄子哲学，这些东西都讲得非常的这个。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些思想啊，它的意义在哪里呢？我们在哲学上呢，我们这样来分析这个问题。其实这个人类的这个思想，或者说哲学家，他们都是很笨的。我这样说呢，是有感于我们研究哲学史，
有感于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前进啊，应该说步履蹒跚，爬得比蜗牛都慢，没什么太多的重要的进展。我们最早碰到的是我们理解这个事物最早的、最容易理解的，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实体，一个实体存在的。哎，我们可以看得见、摸得着，是吧？眼见为实。那个东西，哎，一摸有软硬兼容的这样的一种属性。人一开始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起步，人类的这个思想史基本上从这儿起步的。我们从这个物质是不可入的，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它，你要是没有